我明明是当朝最金贵的嫡公主，此刻却被我豢养的暗卫死死按在床榻上，冷得我连呼吸都乱了分寸。店内动静阵阵，站在门外的侍女连大气都不敢喘，还贴心的替我们关上了店门。全京城都知道，从小到大，我想要的就没有得不到的。直到今年暮春，新科状元温景然打马游街，那一日长街拥堵，他一袭红衣，策马肩上，经所有人的目光皆被他牵了去。我也在人群中当场宣布，本公主要定他了。身后的暗卫17身形未动，气息却冷了3分。我回到宫里，第一件事就是把17叫到跟前去，把温景然的所有喜好都给本宫查清楚。17单膝跪地，声音毫无波澜。是。他的脸隐在寒铁面具之下，只露出一双沉静的眼。我习惯了，他跟着我5年了，永远是这副样子。第二天，17把调查结果递给了我，我气得不行，把纸拍在桌上。就这，17垂着头，声音依旧平稳。温状元深居简出，少有外人能近身。我忍着气，决定亲自出马。知晓温景然喜茶，我便命御膳房烹了几盏顶级的雨前龙井，让17去送，告诉他本宫请的。17领命而去。1个时辰后，他回来了，茶盏原封不动。温状元说：“君子不识无功之禄。”我气得摔了玉盏。不识抬举。17默默上前，收拾了地上的碎瓷片。他的手很稳，指骨分明，是我见过最好看的一双手。我心里的火气莫名消了些。他爱言莫饱，本宫就送他名帖。我从自己的丝裤里翻了半天，找出一幅前朝书法家的真迹名帖，这可是我从父皇那里磨了许久才得来的。我亲手包好，递给17。这次你亲手交给他。17沉默地接过。这一次他去了很久才回来。送到了，只是属下回来时在状元府外，听闻温状元将帖转赠给了舒一阁。我气得在店里踱步，17就跟在我身后。我烦躁地停下。你就不能说点好听的，哄哄我？他愣了一下，似乎在认真思考。殿下不必为不相干的人费心。这是他第一次说这么长的话。我不听。我楚瑶的字典里没有放弃2字，软的不行就来硬的。打听到温景然每日会去翰林院当值，我便算好时间，在他的必经之路上恰巧路过。那天我远远看到温景然的身影，深吸一口气，捏着嗓子，准备上演一出美人香车偶遇才子的戏码。我刚要开口，脚下却不知被什么绊了一下，整个人朝前扑去。预想中的狼狈落地没有发生，一双有力的手臂稳稳地接住了我。我撞进一个坚硬又带着淡淡竹香的怀抱，是17。他不知何时出现在我身前，将我牢牢护住。而温景然只是淡淡地瞥了我们一眼，连步子都没停，径直走了过去。我气得一把推开17。谁让你多管闲事的？知不知道你坏了本宫的好事？17被我推得一个踉跄，垂头跪下。我看着他，心里那股无名火烧得更旺。你就是故意的。他沉默不语，我却越发生气，绕到他面前，想看看他面具下的表情。他却始终低着头，抬起头来。他依旧不动。我气急伸手就要去摘他的面具，在我指尖触碰到面具边缘的前一瞬，他抓住了我的手腕。殿下。我愣住了，这是他第一次违抗我的命令。那次之后，我和17冷战了3天，应该说是我单方面不理他。白天我走到哪他跟到哪，夜里我睡不安稳，做了个噩梦，惊醒大喊。第一个推门进来的不是侍女，而是他。他端着温水杯沉默地递到我面前，我接过水，忽然觉得这宫殿虽大，但真正让我觉得安心的，竟只有这个我时常迁怒的影子。第4天，我正在院子里练我那3脚猫的剑法，不慎被地上的石子绊倒，膝盖被磕破，渗出了血。侍女大呼小叫的要去请太医，我烦躁地挥退她。17却不知从哪拿来一个白玉药瓶，单膝跪在我面前，默默地拉过我的脚踝。他用干净的绢帕擦去血迹，然后将凝玉膏均匀地涂在伤口上。我看着他专注的样子和紧抿的薄唇，心跳莫名快了一拍。你还懂医术？他头也不抬。暗卫的必修课。我哦了一声，忽然想起一件事，父皇曾说17是所有暗卫里最出色的一个。他12岁时就在一场围猎中为我挡下了一头野猪的致命一击，那道獠牙伤几乎撕裂了他的后背，可我当时只顾着哭，甚至没去看他一眼。后来他伤好了，就成了我的贴身高暗卫。我只记得他从此戴上了面具，却从未问过他那张脸是否也在那次意外中受了伤。想到这，我心里涌起一股陌生的情绪，4日前的气也都消了大半。问他的脸有无大碍，他的动作一顿，属下无碍。包扎好我的伤口，收起药瓶，退到了一边，仿佛刚才的触碰只是我的错觉。那天之后，我对17的态度有些变了，我开始没话找话，看他像根柱子似的杵在旁边，我就故意把书翻得哗哗响，然后唉声叹气。这写的都是什么呀？晦涩难懂，无聊死了。他没反应，我又拿起一块新进贡的莲蓉酥咬了一口，皱起眉。太甜了，腻得慌，赏你了。他依旧不动，声音平稳。谢殿下。他沉默了一下，然后将那块我咬过的酥点送入口中。我的目光瞬间被他的下半张脸吸引，我忽然觉得脸有点热，慌忙转过头，假装继续看书，却一个字都看不进去了。脑子里全是那惊鸿一瞥的薄唇和滚动的喉结。没想到17晋升得如此勾人，光是半张脸都让我回味无穷。我对温景然的兴致顿时淡了不少，开始变着法子的琢磨起那副寒铁面具。17，今日日头好毒啊！你这面具看着就闷热，
摘下来凉快凉快。他立在旁边，声音无波。谢殿下关心，属下不热。那本宫新得了一盒凝肌膏，据说祛疤有奇效。属下脸上无疤，劳殿下费心。我撇撇嘴，心思却未歇。夜里就寝前，我故意打翻烛台，锦幔瞬间被点燃一小片。我惊呼一声，几乎同时，17的身影出现，迅速扯下锦幔，用脚踩灭。他确认我无碍后，立刻后退。我趁机抓住他的衣袖，借着惊魂未定的语气17，刚才好像被火星溅到了，手好痛。他身形顿住，立刻折返，直起我伸出的手，坐到窗前，月光下仔细查看。我们离得很近，我能闻到他身上那股熟悉的清冽的竹香。他低着头，专注地检查我的手指，面具几乎近在咫尺。我的心跳得飞快，屏住呼吸，另一只手悄悄抬起，眼看就要触碰到那冰冷的面具边缘，他却猛地松开了我的手，后退一步，拉开了距离。殿下手上并无伤痕，夜已深，请安歇。又失败了。我看着他那双深邃的眼，忽然不再气恼，反而生出一丝奇异的耐心。我倒要看看你这副冷硬的面具究竟能戴到几时。我对温景然的兴致，在琢磨17那张面具的过程中，早已消磨殆尽。与17的多日相处接触中，我甚至开始想，若是17肯摘下面具，哪怕他长得丑陋不堪，我也认了。这个念头让我自己都吓了一跳。我对17何时竟这般在意了？就在我对着花容镜发呆，思索着下一次该用什么计策时，宫人传报，皇后娘娘设宴于御花园听兰谢，邀各宫公主皇子赴宴。我身为嫡公主，自然在列。我本无兴致，却架不住母后身边嬷嬷亲自来请，只得换了深正粉色的宫装，命17随行。17依旧立在我身侧半步处，寒铁面具遮着半张脸，一身藏青劲装衬的身形越发挺拔。御花园中榴花正盛，芳心满径，听兰谢里早已坐了不少人，丝竹声绕梁，酒香混着花香飘了满庭。我寻了个临湖的位置坐下，17便立在谢柱阴影里，像一尊沉默的石雕，目光却始终落在我身上，不曾稍离。没过多久，温景然也来了。他是新科状元，被父皇特允入宫赴宴，一身白衣胜雪立在榭外，倒惹得不少贵女频频侧目。他一眼便看到了我，唇角勾起温和的笑，抬脚便朝我走来。我淡淡对他颔首，懒得与他周旋，指尖漫不经心地拨弄着杯中的桃花酿。这副模样落在旁人眼里，倒成了我对温景然仍旧上心，只是故作矜持。坐在我身侧的云溪公主忽然轻笑出声：“瑶瑶姐姐好福气，状元郎这般风姿，竟对姐姐如此倾心。”倒是羡煞旁人。他话音刚落，身旁的几位世家贵女也跟着附和，语气里的戏谑与嘲讽溢于言表。可不是吗？听说瑶瑶公主为了状元郎，又是送佳茗，又是赠名帖，只可惜啊，热脸贴了冷屁股。公主金枝玉叶，倒追一个寒门状元，传出去怕是有损皇家体面呢。庭中的丝竹声渐渐停了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在我身上，有同情的，还有幸灾乐祸的。温景然站在一旁，脸上露出几分尴尬，张了张嘴，却终究没说出一句替我解围的话，反倒下意识地往后退了半步，似是想与我撇清关系。我心头冷笑，往日里对温景然的那点执念，此刻竟散得干干净净，只觉得周遭的议论声聒噪得很。就在这时，一道冰冷的声音忽然响起，打破了庭中的沉寂。公主心意容不得旁人智慧。是17，他不知何时从阴影里走了出来，立在我身前，寒铁面具后的眸子冷得像冰，扫过那些出言嘲讽的贵女。云溪公主愣了一下，随即恼羞成怒，拍着桌子站起身：“你是什么东西？一个藏头露尾的暗卫，也敢管本宫的事？”他自幼娇生惯养，何时被一个下人如此顶撞？当即扬手便要朝我脸上扇来，口中还骂道：“都是你这不知好歹的东西惯的，身边奴才也敢以下犯上。”我下意识的偏头，却见17眼疾手快，一把抓住了云溪公主的手腕，他的力道极大，云溪公主疼得脸色发白。疼！放开我！反了你了！17却丝毫没有松手的意思，声音依旧冰冷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：“楚瑶公主金枝玉叶，岂容尔等放肆！”庭中瞬间一片哗然，皇子公主们都惊呆了，谁也没想到一个暗卫竟敢对公主动手。皇后娘娘皱着眉开口：“放肆！还不放开云溪公主！”17这才缓缓松开手，云溪公主的手腕上已经留下了一道清晰的红痕，她捂着手腕，哭得梨花带雨。“母后，你看他竟敢伤我！”17转过身，单膝跪在我面前，脊背挺得笔直，声音平静无波：“属下护主心切，逾矩犯上，请殿下责罚。”他明明是为了我，却将所有过错都揽在自己身上。我看着他跪在地上的身影，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揪了一下，酸涩又温暖。皇后见我迟迟不开口，沉下脸道：“楚瑶，你的暗卫目无尊备，今日若不重罚，日后怕是要无法无天了。”我抬手扶起17，冷冷地看向皇后：“母后，此事怪不得17，是云溪妹妹先出言辱我，又先动手。17不过是护主罢了，
何错之有？我身为嫡公主，母后虽是皇后，却也不敢过分苛责于我。皇后一时竟被我噎得说不出话来。父皇恰好从庭外走来，看到庭中的光景，皱眉问道：“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”云溪立刻哭着上前告状，添油加醋地说了一番，将17说成了目无王法的恶奴，将自己说成了无辜受害的受害者。父皇看了一眼17，又看了看我，目光在17身上停留了片刻，终究只是淡淡道：“17护主心切，情有可原。”罚3月俸禄便是。父皇的处置看似罚了17，实则是护了他。竟17伤的是公主，按律本应重罚，如今不过是罚俸3月，以示轻判。云溪公主心有不甘，却也不敢违抗父皇的旨意，只能恨恨地瞪了我和17一眼，悻悻地坐回了位置上。宴会上的气氛再也回不到最初，众人看我的目光多了几分忌惮，看17的目光却多了几分探究与畏惧。温景然再没敢靠近我，只是远远地站在一旁，神色复杂。我没了赴宴的兴致，起身对父皇道：“父皇，儿臣身子不适，想先回宫了。”准了，让17送你回去。我转身走出听兰榭，17默默跟在我身后，依旧是半步的距离。御花园的石板路上落满了榴花瓣，一路无话，只有彼此的脚步声在空气中回荡。回到瑶华殿，我挥退了所有宫人，殿中只剩下我和17，他依旧单膝跪地，低着头道：“属下愚蠢，让殿下受了牵连，请殿下降罪。”我看着他跪在地上的身影，心里的火气莫名的涌了上来，却不是气他，而是气他总是这般，把所有的错都揽在自己身上，把所有的苦都往肚子里咽。我走上前，一把揪住他的衣领，迫使他抬起头，含铁面具后的眸子依旧沉静，却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忐忑。你是不是傻？云溪是公主，你竟敢对她动手，就不怕父皇真的重罚你吗？就不怕丢了性命？他愣了一下，似乎没想到我会说这些，半晌才低声道：“属下死不足惜，只求殿下安好。”简简单单的8个字，却像一颗石子投进了我心里，漾出层层涟漪。我看着他，心里的火气瞬间消散，只剩下满满的酸涩与温柔。我抬手想要触碰他的面具，指尖快要碰到冰冷的铁面时，他却微微偏头躲开了。殿下不可。我收回手，心里有一丝失落，却也没有强求，只是松开了揪着他衣领的手。起来吧，今日的事不怪你。他缓缓站起身，依旧立在阴影里，只是那道身影似乎比往日里多了几分暖意。我走到窗边，看着窗外的榴花落了一地，忽然开口：“17，谢谢。”他沉默了片刻，这是属下的分内之事。可我知道，这从来都不是他的分内之事。他本可以像旁人一样冷眼旁观，可他却为了我，不惜违抗尊卑，不惜得罪公主，不惜以身犯险。那一刻，我更加确定，我对这个暗卫早已不是单纯的主子对下属的在意，而是动了心，入了情。而他藏在面具后的那颗心，也并非冰冷的石头，只是被身份与桎梏牢牢地锁住了。我看着他的身影，心里暗暗想，这副含铁面具，我总有一天要亲手摘下来，看看面具下的那颗心，究竟藏着多少对我的深情。温景然竟邀我3日后七夕节与他同游青衣园。温景然主动接近，换作1月之前，我定会欢呼雀跃，但此刻我却心如止水，下意识瞥向身侧的身影，故意扬了扬帖子。17，你说我该不该去呢？那身影机不可察地僵了一刻，指尖收紧攥成拳，过了良久，他才开口：“殿下的心意，属下无权过问。”我心头火气，将帖子一甩：“我一定要去！”七夕那日，我转身看向门口那道沉默的身影。17，我今日美吗？殿下自然是极美。看着我的眼睛说。他终于缓缓抬眼，那双深邃眸子对上我盛装容颜，刹那间汹涌波澜清晰掀起。本宫美吗？他喉结滚动了一下，有那么一瞬间，我以为他会说些什么，可最终他还是垂下了眼帘。殿下风华绝代，我满意了，扬唇轻笑，可心底那点畅快转眼又落空，带着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失落。我想听的分明不止这些。青衣园内，温景然等在曲桥桃下，一见我便迎上来，眉眼含笑：“殿下肯来，臣不胜欢喜。”我随意嗯了一声，坐在石椅上，他亲自为我斟茶，语气温润：“臣倾慕殿下已久，只恨门第卑微，不敢妄想。今日终得亲近，恍在梦中。”哦，那你之前怎么对本宫爱答不理的？温景然一愣：“殿下何出此言？臣从未有过怠慢殿下的机会啊！”我心里咯噔一下。本宫让御膳房给你送的雨前龙井，你不是说不时接来之事？佳明，臣从未收到过。那本宫送你的前朝名帖呢？你不是转手就赠给了舒一阁？名帖，殿下竟赠臣如此厚礼，臣闻所未闻啊！若是得了殿下的赠帖，臣定会日夜临摹，珍藏传家，怎敢转赠他人？我猛地回头，凌厉的目光看向不远处那棵桃树旁的身影。17，他骗了我，只觉得一股寒气从脚底直冲头顶，胸口怒火燃起，再无心应付。温景然，本宫罚了，先行回宫。我不顾温景然错愕和挽留，转身就走。回宫路上，马车内死一般的寂静，透着压抑的沉寂。到了寝殿后，我挥退所有工人。温景然什么都不知道，本宫送的茶名和名帖他一样没收到。
是你做的，对不对？是。为什么？谁给你胆子，敢欺上瞒下，愚弄本宫？属下欺君，罪该万死，愿领殿下一切责罚。你是不是觉得本宫很可笑？看我像个傻子一样追着一个男人跑，你是不是在背后看笑话？我死死盯着他，脑子里闪过一个荒唐又大胆的念头。你这么做，是不是因为你喜欢本宫？殿下竟无折辱属下。我明白了，我彻底明白了。在我意识到他的存在，一次次试探他，一次次想揭开他面具的时候，在他为我上药，在我吃剩的苏点被他吃掉的时候，在我看见他为我而动摇的眼神时，我就已经喜欢上他了。可他不喜欢我，我止住笑，抹了把脸上的泪，眼神一寸寸冷下来。好，我从墙上取下那跟我平日里练武用的玉鞭，扔到他面前。你说你愿领一切责罚，自己动手，打到本宫满意为止。17没有一丝犹豫，他捡起地上的玉鞭，站起身，利落地解开了上衣的系带。他精壮的脊背暴露在空气中，上面纵横交错着几道狰狞的旧疤，那是他12岁那年为我挡下野猪獠牙时留下的。他握紧鞭子，一下下的狠狠抽向自己的后背，清脆的鞭响在大殿里显得格外刺耳，一道血痕瞬间在他背上炸开。第二鞭，第三鞭，他面无表情，机械地挥舞着鞭子，每一鞭都用尽全力，皮开肉绽，鲜血顺着他的脊背流下。可他从头到尾一声没哼。我一杯接一杯地灌着酒，眼睛看着他，我在等他求饶，等他说一句软话，等他告诉我，他做这一切不是因为想看我笑话。可他没有，他宁愿把自己打得血肉模糊，也不肯给我一个解释，不肯承认他心里有我。那时候他也是这样，浑身是血却一声不吭。原来这么多年什么都没变，在我面前，他永远是那个可以为我去死，却永远不会说爱我的影子。我把酒壶重重地拍在桌上，酒液溅了一手。够了！我看着他那副宁死不屈的样子，只觉得满心的委屈和愤怒无处发泄。我抓起桌上酒壶，摇摇晃晃地站起来，又想往嘴里灌，手腕却被一只滚烫的手猛地攥住。殿下不能再喝了。你管我？你凭什么管我？你不是我的暗卫吗？暗卫也敢管主子的事儿？我伸出另一只手，抚上他冰冷的寒铁面具。你连脸都不敢让我看，你有什么资格管我？17，你告诉我你到底是谁？你为什么不肯看看我？是不是我不好？是不是我太任性了？所以你宁愿受罚也不愿意承认你在意我？我的眼泪大颗大颗地砸在他的手背上，他扣着我手腕的力道瞬间松了。我趁机双手捧住他的脸，用尽全身力气想把那张碍事的面具扯下来。他抓住我的手，声音里满是惊慌：殿下不可！我就要看你，让我看看你，让我看看这张面具下面到底藏着一颗什么样的心？是一颗石头心，还是根本就没有心？周围的空气仿佛在这一刻凝固，他死死地盯着我。下一秒，他猛地抬手，亲手解开了面具的扣环。那张遮挡了他5年，也困扰了我无数个日夜的寒铁面具，从他脸上滑落。殿内的光线很暗，可我还是看清了他。那不是一张被毁容的脸，而是一张足以让天地失色的脸，比温景然的清冷出尘更甚。眉眼间的凌厉与温柔交织，惊绝了岁月。我彻底呆住了。就在我失神的这一瞬，他猛地扣住我的后脑，俯下身，一个滚烫的带着血腥味和浓烈酒气的吻，狠狠地压了下来。原来我养在身边的不是一块石头，而是一头隐忍了太久的嗜血的狼。这个吻持续了很久，久到我以为自己会窒息在他怀里。终于他微微退开时，我们都在重重的喘息，他额头抵着我的额头。殿下，是您逼我的。我脑子晕乎乎的，心跳快得像是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，鬼使神差的，我伸出舌尖，轻轻舔了一下自己的嘴唇，他眼底的火焰烧得更旺。我勾住他的脖子，仰头主动吻了上去。17，你亲我一下。他再次狠狠地吻住我，比刚才更加凶狠，更加急切。他将我抱起，几步就走到了内殿的玉榻边，将我扔在柔软的锦被上，天旋地转间，他的身影已经附了上来，将我牢牢地压在身下。衣衫撕裂的声音在寂静的殿内响起。我醒来时头疼的像是要炸开，入目是熟悉的锦幔，兰香的淡雅气息，柔软的云纹锦被，一切都和我睡前一样。我撑起身子，发现自己身上的衣服完好无损，仿佛昨夜那场惊心动魄的纠缠只是一场荒诞的春梦。我脑子里瞬间闪过17摘下面具后那张俊美绝伦的脸，轰的一声，血气直冲头顶。我一把掀开被子，也顾不上头痛，赤着脚就往外跑。17，你给本宫滚出来！殿下，17大人天不亮就立在殿外候着了。果然，那道熟悉的身影就立在廊下，他背脊挺得笔直，那张碍眼的寒铁面具已经重新戴回了脸上，仿佛昨夜那个摘下面具对我露出脆弱和疯狂的男人从未存在过。
你什么意思？他垂下眼，跪在地上。殿下醒了，属下已命御膳房备了酒汤。解酒汤？本宫看最该喝解酒汤的是你。17，你长本事了啊！敢对本宫用强，用完就翻脸不认人了。殿下息怒，昨夜殿下醉酒，做了噩梦，是属下护卫不力，惊扰了殿下。你再说一遍。殿下昨夜醉酒，误将属下当成了旁人，多有亲近，但属下谨记身份，不曾逾越半分。殿下千金之缺，属下不敢亵渎。他却像是嫌刺激我还不够。殿下昨夜反复提及温状元之名，若殿下心中实在烦闷，属下可再为殿下递一次帖子。我是提过数次温景然的名字，但那都是在他鞭打自己时，我为了刺激他，承认对我的心意才提的。我终于忍无可忍，抬手就给了他一巴掌，他却连动都没动一下。行，17你真行，从今天起，你不用再贴身伺候了。滚去守宫门吧！守宫门是暗卫最低等的差事，也是最大的惩罚。我以为他会求饶，或者至少会有一丝反应，可他没有。他对着我重重地磕了一个头。是，属下遵命。17真的去守宫门了。我的瑶华殿第一次没有了他的身影。起初我觉得痛快，没有那块碍眼的石头在身边，我做什么都自由了。可1天、2天、3天，我开始不习惯，整个瑶华殿好像都空了，我的心也跟着空了一大块。第7天夜里，我终于忍不住了，避开所有人，偷偷跑到了皇宫最偏远的西华门。深秋的夜，寒风刺骨，远远的我就看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。他笔直地站在宫门口，任凭冷风吹得他衣袂翻飞。7天不见，他好像清瘦了不少。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揪了一下，又酸又疼。就在这时，3个巡夜的禁军提着灯笼，说笑笑地走了过来。哟，这不是17大人吗？怎么在这儿吹冷风啊？17曾是暗卫统领，又是我的贴身侍卫，不知多少人嫉妒。如今他失了势，自然有人迫不及待地想来踩一脚。17目不斜视，仿佛没听见。那校尉自觉没脸，恼羞成怒，上前一步，故意用肩膀撞17一下。跟你说话呢，哑巴了！滚！嘿，你还敢横？老子今天就教教你什么叫规矩！那校尉的拳头还没碰到17，就被他一脚踹飞了出去。你敢动手？剩下的2个禁军连滚带爬的去扶那个校尉。再有下次，死！那2个禁军被他身上的杀气吓破了胆，屁滚尿流的抬着他们半死不活的头跑了。西华门下又恢复了寂静，我这才意识到，我把他从我身边赶走，不仅是在折磨我自己，也是在把他推入险境。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然后悄悄地回了宫。第2天，我直接冲进了父皇的御书房。父皇，儿臣要选驸马。胡闹！我不管，我就要选。父皇要是不答应，我就绝食。父皇被我闹得头疼。好，依你，都依你。说吧，你看上谁了？是那新科状元温景然，还是哪家王公献贵的公子？我摇摇头，我谁都不要，我就要我的暗卫17。父皇脸上的无奈和宠溺一点点褪去，取而代之的是凝重和锐利。楚瑶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我知道，父皇，我喜欢他，不是一时兴起，我要嫁给他。荒唐！他是什么身份？一个上不得台面的暗卫，一个……他话说到一半，父皇，17他到底是谁？你为什么要让他戴着面具？他那张脸根本没有受伤。您告诉我，他到底是谁？为什么他宁可伤害自己，也不肯承认喜欢我？为什么他说我喜欢他是对他的折辱？他说那晚的事是他对不起我。罢了，都是命数。他站起身，不要，17他不叫17，他姓萧，单名一个晃字。他是8年前因谋逆罪被满门抄斩的镇国大将军萧策的独子。父皇，萧家的案子是不是有冤情？萧策是朕的肱骨之臣，忠心耿耿，朕从不信他会谋反。但当时证据确凿，直指萧家，朕为了稳住朝局，不得不下旨。这些年，朕一直在暗中追查，却始终找不到突破口。当年朕留下萧桓一命，将他送入暗卫营，也存了一丝私心，希望他将来能为父翻案。只是竟然会喜欢上他。父皇，既然你也相信萧家是冤枉的，那我们就为他翻案。我要让他脱下那身黑衣，摘掉那副面具，堂堂正正地站在阳光下。我要让他恢复萧家公子的身份，凭他的真本事去考取功名，风风光光地来娶我。我带着父皇的密令，亲自去了西华门。到的时候，萧恒正被几个太监围着，为首的那个是皇后宫里新得宠的总管。公主殿下身体不适，你们这些守门的奴才却连个眉眼高低都没有。尤其是你，一个见不得光的贱奴，也敢挡着咱家的道，还不跪下掌嘴！萧恒立在原地，一言不发。我冷着脸从暗处走了出去。住手！那3个太监看到我，吓得扑通一声全跪下了。我理都没理他们，径直走到萧恒面前。殿下怎么来了？我没有回答他，而是伸出手，轻轻抚上他冰冷的寒铁面具。萧魂，本宫来接你回去。他猛地抬起头。至于你们，
冲撞本宫的暗卫，以下犯上，自己去慎刑司领罚吧。说完，我拉着萧恒离开了西华门，回到瑶华殿。我平退了所有人，萧恒依旧站在殿中一动不动。我仰头看着他，为什么要一个人扛着？他沉默了许久，缓缓地跪了下去。殿下，你不该知道的，知道了就再也回不去了。回不去了就别回去了。萧环，你看着我，我不在乎你姓萧还是姓什么，也不在乎你是不是罪臣之后，我只知道12岁那年是一个叫萧环的少年用命救了我，我只知道这5年来是我的暗卫17陪着我护着我，纵容我所有的任性。我只知道那晚在瑶华殿吻我的那个男人，他叫萧何。我伸出手拿开了他的面具。萧何，你听好了，我楚瑶喜欢你，不是公主对暗卫的施舍，不是一时兴起的玩弄，是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的倾心爱慕。我看着他震惊到失语的样子，忽然笑了。所以别再说我喜欢你是对你的折辱。轻轻地吻了吻他的唇。因为能喜欢上你，是我楚瑶这辈子最大的幸运。他再也控制不住，猛地将我拥入怀中，力道大的像是要将我揉进他的骨血里。温热的液体滴落在我的颈窝，我那个流血不流泪的暗卫，终究还是落了泪。殿下，那天之后，萧恒没有再戴上面具，他搬回了瑶华殿，但不再是我的暗卫，而是住进了偏殿。父皇给了他一个身份，让他以我远房表兄的名义，暂时伴我左右，实则是为了方便我们一起调查萧家的旧案。我们开始整日待在一起，翻阅堆积如山的卷宗。他博闻强志，记忆力惊人，很多看似无关的细节，经他一提点，瞬间就串联了起来。我这才发现，我那个只会打打杀杀的暗卫，原来胸中藏着惊天伟地之才。只是从前他把所有的光芒都藏在了那副面具之下，没有了身份的桎梏，他整个人都变了。虽然话依旧不多，但眉宇间的阴郁之气散去了不少。偶尔他看我胡闹时，嘴角还会勾起一抹极淡的笑。我们的相处也进入了一种全新的模式。他会教我下棋，我会棋耍赖，他只会无奈又宠溺地看着我，然后由着我。他会陪我练剑，一招一式拆解的清晰无比。我累了，他会第一时间递上水和卷帕。夜里我们一起在灯下看卷宗，我困得头一点一点的，他会轻轻将我抱起，送回寝殿，为我盖好被子，然后在床边静静地守到天亮。他对我依旧是无微不至的照顾，却不再是卑微的顺从，而是平等的，带着珍重和爱意的呵护。我喜欢这样的他，喜欢他不再叫我殿下，而是叫我瑶瑶。喜欢他看我时，眼里不再是压抑和痛苦，而是化不开的温柔和眷恋。这天晚上，我们又在书房看卷宗，终于从一封不起眼的陈年奏报里找到了突破口。当年指证萧策谋反的关键证人，是一个已经告老还乡的老将，他的家乡与当年陷害萧家的主谋江相是同一个地方，而且萧家出事不久，那老将的儿子就被江相举荐谋了肥差。就是他，我们只要找到这个老将，就一定能找到线索，让他说出真相，就能为萧家办案了。他握住我的手，瑶瑶，谢谢你。力道很紧。谢我什么？我们之间不用说谢。萧何，你查案这么厉害，是不是早就想考功名了？听到这话，他有些害羞。那你为什么一直不说？我的身份不配。又说胡话。等你洗清冤屈，就去考武状元，好不好？好。考了武状元就能当大将军，当了大将军就能娶公主了。话落，他便吻了上来。瑶瑶，等我光明正大的站在你面前，八抬大轿，风风光光的来娶你。找到那个告老还乡的老将，比我们想象的要顺利。在父皇的暗中帮助下，萧恒带着一队人马，很快就在江丞相的老家找到了他。起初那老将还嘴硬不肯承认，但是看到萧恒那张与萧策将军有7分相似的脸时，他当场就崩溃了。他跪在地上，老泪纵横，讲述当年他如何被江相威逼利诱，如何伪造证据陷害萧家的事，全都和盘托出，人证物证俱在，江相的罪行昭然若揭。父皇雷霆震怒，下令彻查。盘踞朝堂多年的丞相一党轰然倒塌，萧家的冤案终于得以昭雪。父皇下旨恢复萧家镇国大将军府的荣耀，并追封萧策为忠义公，而萧恒作为萧家唯一的后人，承袭了爵位。圣旨传遍京城的那一天，我在将军府看着那个我爱的少年，脱下了一身黑衣，换上了侯爵的锦袍。他站在昔日的将军府门前，阳光落在他身上，将他的身影勾勒得挺拔如松。他成为了大雍朝最年轻的侯爷。3个月后，萧恒不负众望，在武举科考中力压群雄，一举夺魁，成了大雍朝100年来最年轻也最俊美的武状元。打马游街那日，万人空巷，长街之上，他一身红袍，意气风发，惊艳了整个上京。我站在高楼之上看着他，他骑马穿过拥挤的人潮，来到我的楼下，朗声道：“臣大雍武状元萧环，请旨求娶瑶华公主楚瑶，愿以余生为聘，护殿下一世岁岁年年。”后来10里长街，锦缎铺就，我们在满堂宾客的见证下交拜天地。婚房内红烛高燃，萧恒拥着我。夫人，等这一天我等了5年。 5年不久，
往后余生，你还有几十年要慢慢还债。他低笑一声，将我打横抱起，走向铺满锦被的玉榻。好，为夫定当鞠躬尽瘁。我与萧恒的婚后日子过得很平静，他如今是大雍朝最年轻的侯爷，又有我常伴在身侧，在外人看来已是圆满至极。可只有我知道，深夜里他常常会从梦中惊醒。每逢初一十五，他总会独自站在庭院的角落，对着萧家祖坟的方向沉默良久。那日晨起，我看着镜中为我挽发的萧恒，眉宇间藏着一丝难以察觉的沉重。昨日是萧家满门遇害的第8个忌日，萧恒一夜未眠，独自去了城郊的萧家祖坟，直到天快亮才回来。我没有多问，只是伸手轻轻抚上他的眉心。今日无事，我们再去一趟萧家祖坟，好不好？萧恒的动作一顿，握着玉簪的手微微收紧，对我说：“瑶瑶，那地方太过清冷，委屈你了。”我轻轻吻了吻他的唇角。傻瓜，你的亲人就是我的亲人，他们护了你一世，我陪你祭拜，又算什么委屈？谢谢你，瑶瑶，有你在真好。第二天，我们带着精心准备的祭品，悄悄出了侯府，前往城郊的萧家祖坟。萧家祖坟坐落在一座僻静的山坳里，四周古木参天，杂草丛生，显然是多年无人打理。8年前，萧家满门抄斩，尸骨无存，皇上暗中派人收敛了萧策夫妇及萧家族人的骨灰，葬于此地。坟前种了一排青柏作为标记。萧恒跪在坟前，缓缓叩首：“爹娘，各位族人，孩儿来看你们了。孩儿不孝，让你们蒙冤8年。”让萧家背负了谋逆的污名，让你们在九泉市闭塞安宁。不过你们放心，如今冤案已昭雪，皇上也恢复了萧家的荣耀，还追封爹为忠义公，孩儿也承实了爵位，你们可以安息了。我跪在他身边：“萧恒，萧将军和夫人若是泉下有知，一定会为你骄傲的。他们不会怪你，只会心疼你这些年所受的苦，只会希望你往后能平安喜乐。”临走前，我对着萧家的祖坟深深叩首：“我是楚瑶，是萧环的妻子。我会陪着萧环好好生活，好好守护萧家的荣耀，绝不会再让他受半分委屈。”瑶瑶，我们回家。回到侯府后，萧恒休息了片刻，便起身去处理公务。我坐在庭院里，想着萧恒今日的模样，心中依旧有些酸涩。或许找到当年那些旧部，让他们陪萧恒说说话，讲讲当年萧策将军的事迹，能让萧恒心中的结解开几分。我立刻起身前往皇宫求见父皇。父皇，儿臣有要事相求，寻访萧家旧部，以宽慰萧环。父皇得知我的来意后，十分欣慰，当即下令：“楚瑶，你有心了。萧皇这些年受了太多苦，有你陪着他，朕也放心了。寻访萧家旧部的事，朕会亲自督办，你放心便是。”3日后，皇上派人传来消息：“娘娘，萧家旧部找到了。”我得知消息后十分开心。我寻到了一些萧家旧部的消息。秦萧副将当年被流放边疆，如今已被我召回。明日便会来侯府拜访。萧恒听到这个消息时，眼底闪过一丝难以置信。瑶瑶，你说的是真的？秦副将还活着，还有其他的旧部也被找回来了？是真的，皇上已经派人将他们召回京城，平反了冤屈。秦副将明日就会来侯府看你。萧魂，你看还有这么多人记得萧将军，记得萧家，他们都在等你，带着他们重振萧家的荣耀。萧恒再也控制不住心中的激动，伸手将我紧紧拥入怀中。谢谢你为我做的这一切。我以为当年的旧部都已经不在，我以为再也没有人记得我爹，记得萧家。傻瓜，怎么会呢？萧将军忠勇爱国，一生为国为民，深受将士们的爱戴，他的恩情将士们都记在心里。第2日一早，萧恒便换上了正式的侯爷锦袍。我看着他紧张又期待的模样，忍不住笑了。萧环，别这么紧张，秦副将他们都是自己人。侯爷，秦副将他们已经到门口了。萧恒立刻起身，快步朝着门口走去，我紧随其后。侯府门口站着几位身着素净衣衫的老者，为首的那位正是当年萧策将军的副将秦萧。秦萧看到萧恒，身体猛地一僵，眼神紧紧地盯着他，久久没有说话，泪水渐渐模糊了他的眼眶。属下秦萧参见少将军，属下无能，未能保护好将军，未能保护好萧家，让少将军受了8年的苦，属下罪该万死。萧恒上前扶起秦萧：“秦副将，快请起，折煞孩儿了。当年的事不怪你们，是江相奸人当道，是朝堂昏暗，你们能保住性命就已经很好。”秦萧看着萧恒：“将军当年是何等的忠勇，他一生为国为民，却落得个满门抄斩的下场，属下不甘心啊！”秦副将，我知道你的不甘心，我也知道大家都不甘心。不过如今冤案已经昭雪，江相已经被严惩，皇上也恢复了萧家的荣耀，追封我爹为忠义公，我也承袭了爵位。往后我会继承我爹的遗志，忠君爱国，守护好大雍江山，守护好大家，绝不会再让当年的悲剧重演。秦萧等人听到这话，纷纷热泪盈眶，对着萧恒深深叩首：“属下愿追随少将军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”有诸位在，我心里踏实多了。走，
我们回府聊。我有很多话想问问大家，想听听我爹当年的事迹。众人聊了整整一个下午，从当年的沙场往事聊到如今的朝堂局势，聊到萧家的冤屈昭雪，聊到未来的期许。送走秦萧等人后，萧恒牵着我的手来到庭院里，夕阳西下，金色的余晖洒在我们身上。谢谢你，若不是你，我或许这辈子都无法解开心中的结，无法放下那些过往。是你让我明白，我不是一个人，我还有亲人，还有朋友，还有你。萧环，往后我们都要好好的。萧恒低头轻轻吻了吻我的额头。好，以后我都会陪着你，护着你。几日后，秦萧等萧家就不得到了皇上的重用，重新回到朝堂，辅佐萧恒整顿军务，守护大雍江山的安宁。这日侯府收到了一份贺礼，是温景然送来的。如今的温景然早已不是当年那个清冷出尘的新科状元，他娶了一位温润贤淑的世家女子，夫妻和睦，儿女双全，在朝堂上也颇有建树，深得皇上的赏识。他得知萧恒与我婚后生活幸福，特意送来贺礼。没想到温大人竟然还会记得我们。温大人本就不是心胸狭隘之人，当年我对他的执着不过是一时兴起，他想必也早已放下了。如今他有自己的幸福，我们也有我们的相守，这样便好。温景然的贺礼是一方和田玉印，刻着姚恒相守4字，玉质温润，雕工精巧，想来是花了不少心思。萧恒将玉印收在书房的博古架上，与我那枚公主印玺并排放着。温大人倒是个通透人。我靠在他肩头，看着窗外落霞漫天。这世间本就该如此，就各自安好，各有归处。他揽紧我的腰，下巴抵着我的发顶，清冽的竹香萦绕在鼻尖。岁月静好，大抵便是这般模样。原以为日子会这般安稳下去，可朝堂之上从来都没有真正的风平浪静。江相一党倒台后，朝堂势力重新洗牌，几位藩王借着整顿军务的由头，暗中招兵买马，势力日渐壮大。有一远在西南的靖王最为嚣张，此人是父皇的胞弟，素来野心勃勃。当年江相得势时，他表面依附，实则暗中培养势力。如今江相倒台，他便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，屡次以西南边境不稳为由，向父皇索要兵权，言辞间颇有逼宫之意。这日早朝，靖王又在金銮殿上大作文章。皇上，蛮族犯境，唯有臣亲征方能退敌，请皇上即刻下旨，将西南3州兵权尽数交于臣。无人敢出言反驳，唯有萧恒出列。沉声道：靖王殿下此言差矣。西南边境虽有小股蛮族滋扰，却尚未到需亲王亲政的地步。臣愿领3万精兵前往西南平乱，保边境安宁。靖王斜睨着萧恒，眼中满是不屑。萧侯爷年纪轻轻，虽有武状元之名，可曾上过真正的沙场？西南蛮族骁勇善战，岂是你这毛头小子能对付的？依本王看，你不过是想借着平乱之名捞取军功罢了。靖王殿下何必小瞧人？臣虽年少，却学得一身武艺，更得先父亲传兵法，定能不负皇命，平定西南。倒是靖王殿下久居京城，从未足边境，贸然领兵，怕是难以服众。萧恒，你竟敢以下犯上，顶撞本王！父皇坐在龙椅上，脸色阴沉。够了！朝堂之上，岂容尔等争执？萧桓听旨，朕命你为西南招讨大将军，领3万羽林卫，即刻前往西南平乱，务必要荡平蛮族，守住边境。臣领旨。靖王见父皇心意已决，狠狠瞪了萧恒一眼，拂袖而去。金銮殿上的气氛压抑到了极点。退朝后，萧恒随父皇去了御书房，我在瑶华殿坐立难安，心中满是担忧。西南边境偏远，蛮族凶残，且靖王虎视眈眈，此番出征必定凶险重重。直到日暮时分，萧恒才回到瑶华殿，一身锦袍上还沾着朝堂的寒气，眉宇间却依旧沉稳。我快步迎上去，握住他的手。怎么样？父皇可有嘱咐什么？西南那边是不是很危险？他抬手拭去我眼角的担忧。瑶瑶，莫怕，父皇也暗中调派了2万精锐，随我一同前往西南，又令秦少为副将，辅佐我打理军务，不会有事的。可靖王他……靖王虽有野心，却也不敢明目张胆地与朝廷作对。他若敢在西南暗中动手，臣定叫他有来无回。我知道萧恒心意已决，我知道你有你的责任，我不拦你，只是你要答应我，一定要照顾好自己，平安回来。我会在京城等你，等你凯旋。他将我拥入怀中，声音温柔又坚定。好，我答应你，定当平安归来，与你相守一生。3日后，萧恒领兵出征，10里长街，万人相送。我站在城门楼上，看着他一身银甲，
骑在白马上，身姿挺拔如松。我挥着手，直到他的身影消失在路的尽头，泪水才忍不住滑落。萧恒走后，我便开始着手打理侯府的事务，同时密切关注着朝堂的动向，生怕靖王趁萧恒不在，暗中对我下手，或是在朝堂之上兴风作浪。皇后素来与靖王交好，见萧恒出征，便开始在后宫中煽风点火，四处散布谣言，说萧恒年少轻狂，此番出征必败无疑，还说我身为公主，嫁给罪臣之后本就有失体统，如今萧恒领兵在外，怕是会勾结蛮族，谋逆造反。这些谣言愈演愈烈，甚至传到了父皇的耳朵里。虽父皇不信，可架不住后宫前朝的流言蜚语，心中也难免有了一丝芥蒂。我知道，若不尽快打破这些谣言，不仅会影响萧恒在西南的军心，还可能让靖王抓住把柄，对萧家再次下手。我当即决定亲自出面粉碎这些谣言。这日，我身着公主朝服，前往皇后的坤宁宫。宫人们见我气势汹汹，皆不敢阻拦。皇后正坐在殿中品茶，见我进来，故作惊讶道：“瑶瑶公主今日怎么有空来本宫的坤宁宫？”皇后娘娘，本宫今日来是想问问娘娘，今日朝堂后宫的那些谣言，是不是出自娘娘之口？公主何出此言？本宫身居后宫，怎会随意散播谣言？是吗？那为何本宫听闻这些谣言皆是从坤宁宫传出去的？皇后娘娘素来与靖王交好，如今萧桓领兵出征西南，靖王心中不满，娘娘便帮着他散播谣言，诋毁萧桓，甚至污蔑萧家盟约。娘娘就不怕父皇知道后降罪于你吗？楚瑶，你休要血口喷人！本宫乃六宫之主，岂容你这般放肆？放肆的是娘娘才对。娘娘身为皇后，本应母仪天下，维护朝堂安定，可娘娘却勾结藩王，暗中兴风作浪，挑拨离间，这难道就是娘娘的本分？今日本宫来此，就是想警告娘娘，若再敢散布谣言，诋毁萧桓，本宫定将此事一五一十地告诉父皇，到时候娘娘可就别怪本宫不念及姐妹情分了。皇后在殿中气得浑身发抖，我知道仅凭一句话未必能让皇后收敛，于是便连夜进宫。皇上，皇后勾结靖王，散布谣言，这是萧恨在西南的军务文书，他一心扑在军务上，秦萧传回的军情足以证明萧恨绝无二心。父皇本就对皇后的所作所为有所不满，竟有此事！传朕旨意，皇后德行有失，着即禁足坤宁宫。还有，那散布谣言之人，务必给朕彻查清楚，严惩不贷。臣等遵旨。无人再敢随意诋毁萧恒，靖王也暂时收敛了锋芒，解决了京城的麻烦。我便开始日夜牵挂着西南的战事，每日都会派人去御书房打探消息。可西南传来的消息却总是喜忧参半。起初，萧恒领兵势如破竹，接连击退了几股蛮族的进攻，收复了几座被蛮族侵占的城池。可没过多久，蛮族便改变了战术，采取游击战术，四处骚扰，解西南地形复杂，易守难攻。萧恒的大军陷入了僵持的局面。更糟糕的是，军中竟开始出现瘟疫，不少士兵染病，军心浮动。得知这个消息时，我如遭雷击，心中的担忧瞬间达到了顶点。瘟疫在军中蔓延，后果不堪设想，若是处理不当，不仅平乱无望，萧桓和3万大军恐怕都会折在西南。我当即决定亲自前往西南，助萧恒一臂之力。宫中的人得知我的决定后，皆纷纷劝阻，父皇更是极力反对。瑶瑶，西南乃苦寒之地，且如今瘟疫横行，战事吃紧，你身为金枝玉叶，怎能贸然前往？太危险了！父皇，萧恒是我的夫君，他在西南浴血奋战，身陷险境，我怎能在京城坐视不理？我学得一些医理，又曾随宫中太医研习过防疫之法，此番前往西南，定能帮他控制住瘟疫，稳定军心。求父皇恩准，让我去西南吧。父皇看着我，眼中满是无奈与心疼。罢了，朕知道你心意已决，便准你前往西南。朕会无派500御历军护送你，又令太医院院正随你一同前往，助你防疫治医。你切记，一定要照顾好自己，与萧桓同心合力，平定西南，平安归来。我跪地叩首，谢父皇。3日后，我带着太医院院正和500御林军，踏上了前往西南的路途。西南偏远，路途艰险，一路上翻山越岭，风餐露宿。我褪去了公主的娇贵，与士兵们同吃同住。虽身体疲惫，可心中却只有一个念头，那就是尽快赶到萧恒身边。历经半个月的颠簸，我们终于抵达了西南的军营。军营外，秦萧早已带着人等候在那里。见我到来，连忙上前行礼。属下参见公主殿下。我急切地问道：“萧煌呢？他怎么样了？军中的瘟疫情况如何？”侯爷一切安好，只是连日操劳，略显疲惫。只是军中的瘟疫蔓延速度极快，如今已有上千士兵染病，太医院的医官们束手无策，
侯爷正为此事焦头烂额。我心中一紧，快带本宫去见萧恒，再带太医院院正去疫区查看情况。跟着秦萧走进军营，入目皆是一片萧条，不少士兵面色苍白，精神萎靡，疫区被隔离开来，传来阵阵咳嗽声，让人心中沉重。我快步走到中军大帐，帐门敞开着，萧恒正坐在案前，看着军报，眉头紧锁，一身银甲上沾着尘土和血迹，下巴上冒出了青色的胡茬，眼中布满了红血丝，显然是许久没有休息了。听到脚步声，他抬起头，看到我时，眼中满是震惊。你怎么来了？西南这么危险，谁让你来的？我走到他面前，握住他的手，看着他憔悴的模样，泪水忍不住滑落。我不来，放心不下你。这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我怎能在京城坐视不理？他将我拥入怀中，力道大的像是要将我揉进骨血里。你怎么这么傻？这里太危险了，若是你出了半点差错，我该如何是好？我不会有事的，我带了太医院来，还学了防疫之法，定能帮你控制住瘟疫。我们夫妻同心，定能渡过难关。萧恒点了点头，紧紧握着我的手，仿佛握住了全世界的温暖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便与太医院院正一同投入到防疫治疫的工作中。将疫区彻底隔离，严禁任何人随意出出，又让人将军营中的所有营帐、器械尽数消毒，饮用煮沸的水，避免食用生冷食物。同时，太医院院正根据染病士兵的症状，研制出了防疫的汤药。我亲自带着工人，将汤药送到每一位士兵手中，哪怕是染病的士兵，也亲自照料，毫无怨言。军营中的士兵们见我身为公主，却毫无架子，亲自照料他们，心中皆是极为感动，军心也渐渐稳定了下来。在我的精心安排和太医院院正的医治下，军中的瘟疫得到了有效的控制，染病的士兵渐渐康复，再也没有新的士兵染病。瘟疫的问题解决后，萧恒终于可以专心对付蛮族了。我虽不懂兵法，却也时常在他身边为他研磨铺纸，听他分析战局，偶尔也会提出一些自己的想法。萧恒总是耐心倾听，若觉得有道理，便会采纳。闲暇时，他会教我骑马射箭，在西南的草原上，我们并肩驰骋，看落日融金，看星河璀璨。那些日子的艰辛，仿佛都被这片刻的美好所冲淡。经过数月的筹备，萧恒终于制定出了一套完整的破敌之策。蛮族素来依靠骑兵，骁勇善战，却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，那就是他们不善水战，且粮草储备不足。西南多江河，引蛮族入峡谷，水军断退路，精锐偷粮草，最后四面夹击，一举歼灭蛮族。萧恒当即调兵遣将，秦朔率领1万水军待命，埋伏在峡谷的江河之中，率领5000精锐，连夜偷袭粮草营。是，自己则率领主力部队佯装战败，引诱蛮族进入峡谷，一切都按照计划顺利进行。蛮族首领果然中计，率领大军追击萧恒，进入了峡谷之中。待蛮族大军全部进入峡谷后，萧恒一声令下，峡谷两侧的伏兵四起，箭如雨下。秦萧率领的水军也从江河中杀出，截断了蛮族的退路。蛮族大军顿时陷入了混乱，四处逃窜。可峡谷地势险要，无处可逃，只能拼死抵抗。与此同时，副将率领的精锐部队也成功偷袭了蛮族的粮草营。蛮族大军得知粮草被烧，军心彻底崩溃，毫无还手之力。萧恒率领主力部队身先士卒，冲入敌阵，银甲染血，宛若战神。蛮族士兵见了，皆闻风丧胆。这场战役打得极为惨烈，从清晨一直打到日暮，峡谷之中血流成河，尸横遍野。最终，蛮族大军全军覆没，蛮族首领被萧恒一剑斩杀。西南边境的叛乱终于被平定。捷报传回京城，父皇龙颜大悦，下旨嘉奖萧恒，封他为镇国大将军，11万户，又赏了无数金银珠宝，名流绸缎。西南的百姓们更是对萧恒感恩戴德，夹道相送，称他为西南守护神。平定西南后，萧恒并没有立刻领兵回京，而是留在西南，安抚百姓，整顿军务，重建被战争毁坏的城池。我也一直陪在他身边，帮他处理政务，安抚百姓。西南的百姓们见我身为公主，却平易近人，待百姓如亲人，皆对我极为敬重，称我为瑶华贤后。在西南待了半年，待一切都步入正轨后，萧恒才率领大军班师回朝。十里长街，万人空巷，京城的百姓们都出来迎接凯旋的大军，父皇更是亲自到城门楼迎接，场面极为盛大。萧恒一身银甲，骑在白马上，身姿挺拔，意气风发，手中握着蛮族首领的首级，身后跟着浩浩荡荡的大军，在百姓的欢呼声中缓缓走入京城。我坐在凤辇上，跟在他身边，看着他被百姓簇拥着，心中满是骄傲与自豪。回宫后，父皇在金銮殿上大摆庆功宴，犒劳萧恒和众将士。萧皇乃我大雍栋梁之才，谢父皇。朕立你为太子太傅，辅佐太子李政，特将江南3州封于你，以彰功勋。谢父皇。靖王见萧恒平定西南，立下大功，深得父皇器重，心中更是嫉妒，
却也不敢再明目张胆地与萧恒作对，只能在暗中伺机而动。可他没想到，萧恒早已布下天罗地网，就等他自投罗网。早在西南时，萧恒便查到，此次蛮族作乱并非偶然，而是靖王在暗中勾结蛮族，给蛮族提供粮草和兵器，让他们出兵作乱，想借蛮族之手除掉萧恒，再趁机夺取兵权。萧恒将这些证据一一收集，回京后便将证据呈给了父皇。你弟竟敢勾结外敌，谋害忠良，将靖王打入天牢，彻查其党羽。经此一查，竟查出靖王暗中招兵买马，私藏兵器，结党营私，谋逆已久，罪证确凿。最终，父皇下旨废黜靖王的爵位，废黜靖王爵位，一党尽数斩首，抄没家产。朝堂之上，终于迎来了真正的风平浪静。经此一事，萧恒的威望达到了顶峰，百姓们更是对他敬重有加。父皇也越发倚重萧恒，将朝中的军政大权尽数交予他手中。萧恒成为了大雍朝一人之下、万人之上的存在。可萧恒从未恃宠而骄，依旧兢兢业业，辅佐父皇处理朝政，整顿军务，安抚百姓。大雍朝在他的辅佐下，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，百姓安居乐业，一派繁荣景象。我与萧恒的生活也恢复了往日的平静。只是如今的我们，不再只是相守于侯府，而是一同携手，守护着这大雍的江山，守护着天下的百姓。闲暇时，我们会一同去御花园散步，看繁花似锦，听鸟语花香；会一同在书房研墨铺纸，他写兵法，我画丹青；会一同在庭院中品茶下棋，享受这片刻的悠闲。偶尔，我们也会想起那些过往，想起瑶华殿中的寒铁面具，想起西南的浴血奋战，想起那些艰难的岁月。可那些过往都成为了我们感情中最珍贵的印记，让我们更加珍惜眼前的幸福。1年后，我为萧恒生下了一个儿子。父皇龙颜大悦，封皇子为瑞王，赏了无数珍宝。萧恒对这个儿子极为疼爱，每日处理完政务，都会第一时间回到侯府，抱着儿子逗他玩耍，眼中的温柔能溢出水来。又过了2年，我又为萧恒生下了一个女儿，儿女双全，凑成了一个好字。侯府之中更是充满了欢声笑语。萧恒依旧是那个沉稳内敛的镇国大将军，却也因为儿女的到来多了几分烟火气。他会亲手为儿子制作弓箭，教他骑马射箭，传承萧家的武艺，会亲手为女儿编花环，陪她嬉笑玩耍，尽显柔情。而我也不再是那个骄纵任性的嫡公主，而是成为了一个温柔贤惠的侯府夫人，一个慈爱的母亲，守着侯府，守着我的家人，看着儿女长大，看着萧恒平安顺遂。岁月流转，一晃10年过去，瑞王皇子已长成翩翩少年，习得一身好武艺，颇有萧恒当年的风范，被父皇封为镇北将军，领兵镇守北疆，守护大雍的北境安宁。女儿也长成了亭亭玉立的少女，温婉贤淑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被父皇指婚给了温景然的儿子。两家人亲上加亲，传为美谈。父皇年事已高，渐渐开始放权，立太子为储君，命萧恒辅佐太子，处理朝政。萧恒尽心尽力辅佐太子，太子在他的辅佐下成为了一个合格的储君。这年冬日，京城下起了大雪，鹅毛大雪纷纷扬扬，将整个京城裹上了一层银装。侯府的庭院中，梅花开得正盛，暗香浮动。我与萧恒坐在庭院的暖亭中，煮着热茶，看着漫天飞雪，看着不远处嬉戏的孙儿孙女，心中满是幸福。萧恒握住我的手，指尖依旧温暖。瑶瑶，一晃10年，我们都老了。我靠在他肩头。是啊，10年了。可我觉得有你在身边，时光再快也都是美好的。他低头在我额头上印下一个温柔的吻。瑶瑶，这辈子能娶到你是我最大的幸运，往后余生无论风雨，我都会陪着你，守着你，守着我们的家，守着大雍的江山。萧寒，这辈子能遇到你，能爱上你，能与你相守一生，是我楚瑶这辈子最幸福的事。余生漫漫，我愿与你山河同护，白首不离。暖亭外，大雪纷飞，梅香阵阵；暖亭内，热茶氤氲，温情脉脉。我们的爱情始于瑶华殿的一眼万年，历经风雨，终得相守。往后余生，岁岁年年，皆是彼此，皆是温暖。而这大雍的江山，在我们的守护下，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下，必将国泰民安，繁荣昌盛，永世长存。